最近无论是华尔街还是散户圈讨论的最火的一个话题呢，就是 debasement trade，中文我觉得可以翻译成货币贬值交易。黄金的价格突破了4300美元每盎司，比特币接近了历史新高，全网都在讨论美元贬值，法币失灵了。于是呢，大家一窝蜂地冲进了黄金、白银、比特币，觉得这就是避险，这就是机会。但是问题来了，这种说法真的对吗？更重要的是，如果你跟着这个叙事去操作，会不会只是高位接盘的大多数呢？今天呢，我们先来拆解一下这个叙事。经典的逻辑是这样的：首先 ，M2 货币供应量长期上升，会导致美元购买力持续的下降，会导致硬资产价格的上涨，比如黄金、白银、比特币。这个逻辑听上去呢没什么问题，对吧？但这是一种绝对量的叙事，而市场真正定价的呢，其实是变化的速度。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很多人看到这张 M2 货币供应的线，1960年到今天，整条线是指数级上升的，大家下意识就会说，这不就是无限印钞货币贬值吗？赶紧买黄金，赶紧买比特币吧。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条曲线换成对数刻度，再来看增速的变化，故事就完全不一样了。从1960年到1980年 ，M2 增速呢是真正的爆发式，但1990年之后，增速其实开始是逐渐放缓的。即使到了2020到22年疫情大放水的那一波，增速确实冲高，但是此后呢，从2023年开始增速就已经明显下行了。换句话说，现在 M2 还在增加，但是增加的速度其实是不如以前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如果你只盯着货币总量一直涨，就容易陷入叙事陷阱，而忽略了市场真正关心的是变化率。所以当前这个华尔街讨论的 debasement trade 其实是叙事热度在抬升，但是呢，数据节奏已经在降温的表现。很多投资者忽略了这个反差，于是高位冲进去，实际上就是在跟风一个过时的速率的故事。好，我们刚刚讲完了叙事和现实，现在呢，进入最重要的部分，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做资产配置。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非常实用的3层配置法，它可以帮你在货币大贬值的叙事之下，既能够防御通胀，还能够捕捉行情，同时不至于高位情绪化冲进去被收割。这3层配置就像一栋房子的结构，底层呢是防守层，中层呢是进攻层，顶层呢是高弹层。我们先从下往上讲。防守层是最底层，就是黄金或者广义的无对手方风险资产。黄金的作用不是让你一夜暴富，而是为了防守加保值，它的波动相对稳定，而且在出现了制裁、地缘风险、央行去美元化的背景之下，黄金仍然是各国央行、主权基金最信赖的兜底资产。所以从配置比例上呢，我建议大多数投资者的黄金配置呢占比15%到20%。那这里呢，可以包含 A 股的黄金 ETF、香港金矿 ETF 或者是实物金条。重点是这部分的仓位一定要稳，流动性好，作为你整个资产配置组合的底盘。第二就是进攻层中间这层呢是弹性层，也就是白银和广义的商品。为什么要加这一层？因为白银和商品的价格呢，相对通胀预期和经济周期更敏感。当市场的情绪从衰退向再通胀转向的时候，这一层通常会出现比黄金更大的涨幅。比如2020年疫情之后的那一波，白银涨幅一度超过黄金的几倍。能源、金属、农产品在周期复苏的时候，往往也会领涨。那这部分呢，建议配置的比例呢是5%到15%，根据你的风险偏好进行调节。特别提示这层波动更大，所以最好还是通过 ETF、期货指数基金或者分散的商品篮子来配置，而不要孤注一掷的买某一个单一品种的股票。这个顶层就是所谓的高弹性层，代表的资产呢，就比如像比特币或者是其他高贝塔的主题资产。很多散户一听到比特币、黄金齐涨，就一股脑的把所有的钱都压在这上面，幻想暴富。但是实际上，比特币是高风险、高波动的资产，它一天涨跌10%非常常见，有的甚至会在几小时之内跳水20%到30%。在货币增速放缓、流动性收紧的周期，比特币也会跟着下行。所以这一层呢，必须是可进可退的小仓位。建议配置比例呢，对于保守的投资人来说呢，5%之内；对于进取的投资者来说呢，不要超过10%。因为你要清楚顶层叫尖刀，用来博取额外的收益，但是不能成为你的底盘。
好，我们总结一下啊，底层黄金保守增值，中层白银商品顺周期弹性，顶层比特币等高贝塔资产是机会仓小比例。这样的3层配置呢，一方面可以帮你在货币贬值大叙事下守住你的购买力，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在行情来临的时候不至于踏空。最重要的是啊，你不会被情绪裹挟着梭哈某一个叙事。很多人还会问了，那什么时候加仓，什么时候减仓？怎么能够在通胀、衰退、再通胀等不同的宏观环境之下调整这3层的比例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很多人没听说过，但是机构非常喜欢的工具，叫做收益率曲线交易，也叫做曲线陡峭化交易。别被这个专业的名字吓到啊！其实呢，它的逻辑非常简单，就是在债券收益率曲线从倒挂到恢复正常的过程当中，提前布局，赚取这个形状变化的钱。我们先来看这条横轴是债券的期限，从短端到长端。那纵轴呢是利率，在正常的情况下，长期债的利率高于短期债，所以呢曲线是向上倾斜的。但是在过去这2年，美国的收益率曲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深度倒挂，2年期的国债利率大于10年期的国债利率，倒挂幅度超过100个基点，刷新了近40年的记录。这种情况往往预示着市场预期未来会有经济衰退或者流动性紧缩的情况。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一旦市场真的进入了衰退，或者美联储开始继续降息，那短端利率会快速下行，同时长端利率可能下行的没那么快，甚至在再通胀的情形之下还会上行。那这时候呢，整条曲线就会从倒挂重新变陡了。如果是短端下行为主，我们叫做牛陡；如果是长端上行为主，我们叫做熊陡。无论是哪种方式，机构都会提前布局，把这段曲线形状的变化变成确定性的收益。那这跟我们普通投资者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非常大。第一呀，曲线的形态决定了市场的宏观风向，倒挂就意味着资金偏向防御，风险资产会承压。陡峭化了，就通常意味着衰退落地，再通胀预期升温，风险资产开始轮动了。第二，3层配置比例的微调可以参考曲线的变化呀。如果曲线继续深度倒挂，那你的防守层黄金现金占比就要提升；如果出现了牛陡，进攻层白银商品的权重就要提高；如果出现了熊陡加流动性回暖，那你顶层高贝塔的这个配置可以适当的放大一点仓位。第三呢，机构的收益率曲线陡峭化交易是赔率思维，因为无论是经济衰退导致的短端下行，还是通胀再起导致的长端上行，最终的结果几乎都是曲线重新的变陡。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正反都赚的结构性交易。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啊，真正的专业投资者呢，不是听到某一个叙事就全部梭哈投进去，而是会从宏观的流动性和曲线的结构来判断市场的节奏，提前布局。你未必要去真的做这种交易，因为需要债券市场的操作经验，但是你完全可以把这种曲线形态当成调整自己3层资产配置的方向指南针。这就是我说的，市场叙事不过是喇叭，收益率曲线才是你的方向盘，跟着方向盘走，才不会在叙事的情绪浪潮当中被冲走。讲完了叙事、配置框架、曲线思维，最后呢，我还要帮大家把这套方法变成可执行的配置方案。这一部分啊，你只要跟着做，就能够把复杂的宏大叙事变成你账户里的有序配置。如果你对货币贬值交易 debasement trade 感兴趣的话呢，想真正的在这波行情当中赚到钱，守住购买力，同时不被情绪裹挟，只需要记住下面这4步行动清单。第一步，校准叙事，不盲目信任何财经大 V， 别着急买。你要先问问自己，现在这个宏观叙事是基于绝对量，还是基于变化的速度？M2 上升不等于立刻发生恶性通胀，曲线倒挂不等于美元马上会崩溃。真正的机会往往在于别人还在喊口号的时候，你已经理解了叙事和现实的差别。第二步呢，配置好你自己的3层金字塔结构，用3层配置法来搭建自己的资产组合。防守层黄金、现金、无对手方风险资产 15%到20%，进攻层白银商品 5%到15%，高弹层比特币或者其他高贝塔的资产 5% 之内。这套结构呢，重点不是压某一个标的，而是有组合、有分工、有仓位、有纪律。你可以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啊，调整各层的比例，但是一定要有自己的底盘，不要压住单一资产。
第3步呢，用曲线变化来调仓。你不需要真的去做债券交易，但是你一定要学会看曲线。曲线倒挂了，就意味着你的防守层的配置提升；牛斗意味着进攻层要提升；熊斗加流动性回暖意味着高弹层要提高仓位的配置。这就好像开车时我们得看方向盘，市场叙事是喇叭，会让你兴奋，但是收益率曲线呢是真正的方向，决定你走哪条路。第4步啊，把你的配置思路和方案写下来，自动执行。你需要一张资产配置表，明确自己每一层资产配置的目标比例，设置正负15%到20%的再平衡触发机制，记录你自己的调仓动作和原因，避免自己因为情绪而进行错误的决策。针对不同的场景，比如说经济衰退啦，发生再通胀啦，黑天鹅事件啦，你事先写好应对的策略。一旦你把这些写到纸上，你的资产配置呢就会从靠感觉变成了有纪律的系统。那这张纸呢，我已经提前做好了标准模板，放在思想会当中，会员可以直接下载打印，随时对照执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记得点赞订阅。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